陛下，老臣有罪，臣不该听信敌国之言，败坏国事，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大唐江山社稷啊！臣当万死，以报陛下。徐师傅没有罪，有罪的是朕。是朕辜负了祖宗，辜负了三军将士，辜负了江南市民。陛下。朕此时好悔呀，悔不该不听李仁卿之言。罢了，战不能战，和不能和，那便降了吧。陛下，陛下。昔日，朕闻晋天子牵羊而出，以为这世间凄惨之事，莫过于此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轮到朕自己了。反倒觉得没什么了。生逢万事，便是贵为天子，又能如何呢？徐师傅啊，你待朕，你就降表，呈往宋营。江南之罪，罪在朕公一人，虽万死，亦不足惜。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，善待官吏市民，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。40年来家国
3000里的山河，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罗，几层是干戈。一旦归为尘土，神妖攀病，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游奏夜离歌，垂泪对宫。一旦归为尘土，神妖攀壁，消磨。垂泪对宫。柿子已经算是好的了。陈家里那几个畜生，整日里不是酒食歌舞，便是同身边的女使厮混。如同城里那位，那般肯在慈服上用功的，已经算是有出息的了。能安安生生过日子，不涉险，不折腾，便已是好孩子了。大王自家折腾了一辈子，如今看小的一辈，却指望不折腾。咱们家从阿翁到阿爹，到六哥、七哥，最后再到弟弟这儿，折腾了快100年了。世道崩坏，容不得你安安生生的过太平日子。不折腾，一家人连命都保不得，更别说社稷梨树。可如今世道要变了，先打完眼前这仗再说吧。自天子下诏南征，也有些年余了。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，纵使再凋敝，凑几万个兵甲出来，也还是不难的。再不像样的朝廷，也总有几个孤臣逆子，天衡那般的人物。只要孤还有一口气，也断不会容任何人在孤的眼皮子底下揍了天衡。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！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！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！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，元帅请降。奉国主君旨，向上国大元帅、元帅献上江南印玺，19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。大元帅，
土地、百姓，皆国家所有。请元帅代天子纳之。这又是何苦啊，大元帅？且安归京师，替我去看看今日之变景。公元975年11月，金陵城破。南唐国主李煜溯山出营，奉表纳降。李国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，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。弟兄们血战今年，如今大功在前。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，末将等恐军心浮动，心生变故。元帅，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立血，如今江宁城破，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，如此荒废之军令，岂能服了兵众？请元帅三思。请元帅三思。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？又是哪一营的将佐兵卒要生出变乱？某自幼从军，入营的第一日，都头对某亲讲：军令如山，违令者营中有17刑54斩以待之。军令便是军令，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，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？荒废而不能服众的军令，便不是军令了吗？前朝安令公有曰：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。”可几年之后，他便化作了一丛肉泥。如今多少打了几仗，尔等倒是说说，究竟是哪一营觉得自家兵强马壮？又是哪位好汉看到头顶自家的天子气了？或者说，尔等当中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坏了心肠，私下里准备了杏黄色的旗子，想要裹到某与潘帅的身上来。世道变了，明白吗？之前的那些鼓噪族众、挟持上官、裹挟军武、败坏法度、颠倒纲常的诡异伎俩、淫威心思，都收一收吧。某今日指一条活路与尔等，且在营中安坐，弹压士卒部众。待得回京之后，该续的功、该颁的赏，1文钱1册血也不会少于你。倘若是尔等不想活，本帅的帅让亲军皆是殿前班职出身，若是不够用，前王大元帅麾下还有数万虎贲，哪一营作乱，某便屠了哪一营。回京再奏告天子，一气3族。曹国华是聪明人啊，
军武之中，似他这般聪明的，不多见。是啊，明都大义在前，灭国之功加身，还能如此知晓隐忍韬晦之道，确实不容易。不过，他自身不肯入城，却请大王率吴越之兵入城，其心思也称不上人善。他知道孤必不肯去，那不是他曹国华的江宁，也不是孤的江宁，是天子和朝廷的江宁啊。所以，大王出兵却不肯移驾，还差了丁某以兵马诛奸为入城使。孤入不入城，其实天子未必在意。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，大多生于乱世，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。那哪里是江宁啊？分明是一口大坑。他曹国华不愿意跳，孤当然也不会跳。如此最好啊！丁某自是朝廷监官，这一路上想出风头都想疯了。这次索性与他一个大风头出去。这几日全军都在骂娘，由他们骂，只要能不生事，安安稳稳回转京师，到时候骂祖宗都由得他们。真要将江宁城让给他们吗？这是国家疆土，岂容我等私相受让？田王是绝顶聪明之人，该明白我的意思。大郎和世子毕竟还年轻，像这种大场面，一辈子也未能遇见一次。随着进城去，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。嗯。但人数却少，大军一旦结阵，瞬息之间便可决胜负。还请世子与大郎收兵。中顺统，结阵破寨。
世子，大郎君。足足认了一遍街面上的尸身，大都是些青壮年，上岁数的不过10余人，至多不过50，没有寻到李元清。此人才是真正的负心之患，老贼不死，江南未可平定。世子安心，末将等再着将变军卒，沿街细细辨认一遭，定将此贼。用不着细细辨认了。是。这里是敌国之都，城内皆是敌国之人，传令全军，全城大锁。不见不可。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，夷其3族，家资私产，致众将士去。都监，江南方平人心未定，此时应安定民心为要。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，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。郎君，是要抗某将令吗？都监，传令全军，全城大锁。到。去见父王。哎呦，大王，代孤去向曹国华传句话。诺。就说不邀他一同入城平乱。诺。启禀大元帅，元帅，行营亲卫共拿的犯禁将佐113名，其间纵火者8，纵兵伤人性命者19，奸淫者16，劫掠民财者70，请大元帅发落。吴越军中自有法度，大元帅待回营之后，另行处置。劫掠民财者，杖80，罢其爵衔差遣，发为服役；所掠民财，依数目退还。纵火、伤人、奸淫者，立斩。这是军令，亦是王命。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？大元帅，末将在。李元清拿到了吗？回禀大元帅，其人、奸角尚未拿得。你是朝廷的引进使，按理孤没有处置的道理。只是今日吴越军中，仅将校便诛杀43人，杖刑者70余人，其余马步军卒受诛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。更何况如此名都大义，如今却烧成了片片丘墟。无辜黎庶未曾离于战火，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。户户张帆，家家带孝。忽曾闻王全兵屠掠益州，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，可万万不曾想，如此滔天罪孽，
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。你是朝廷的人，孤处置不了，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。仲勋，大元帅，帮孤一个忙，将此贼摁倒在阶下。大元帅，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。放个猫，放开！孤历来恩怨分明，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，是孤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。待此贼受首，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巡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，以彰国法。大元帅不可！大王息怒！大王息怒！好，孤不杀他，不不杀他！你们俩滚开！滚开！林德裕，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，都无脸去见列祖列宗。大王，孤不只是吴越的国王，孤还是大宋尚书令，天下兵马大元帅。尔等要以下犯上，一视孤的军法吗？大王，大元帅息怒！丁某不过是病子苏培，何苦为了此人毁了大王清誉？国华，放手！放手！还不把丁某拉下去，找死尸！放手！找一杯！两下军父，大局为重，切莫陷大元帅于不义。滚！滚！滚开！糊涂东西！滚！押下去！让开！大元帅恕末将等无礼。江宁黎书是前出之国，前出愿行王道。传令，全军班师回朝。